自从爸妈去世后，家里莫名其妙多出很多东西，带血的破衣服、生锈断刃，这些本该埋在土里的东西，居然全是从我家那个祖传花瓶里爬出来的。我去！这血还是热的。你这个花瓶是不是成精了？我警告你啊，别以为你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。你要再敢往家里运垃圾，我就……你存心跟我作对是吧？看我给你装满了，你还怎么冒东西？怎么是空的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能装。将军，伤口已溃烂，军中断药太久了，你只能忍一下。无碍，将军，军中断水断粮，镇关守不住了，我们突围吧。将军，我战家军坚守镇关1年，20万弟兄只剩下不到2万，现在蛮子30万大军，就想困死我们，再拖下去只会全军覆没。将军，朝廷奸臣当道，不派援军，不给粮草，眼睁睁看着我们兄弟战死、渴死，购后皇帝根本不值得我们卖命。将军，弃城突围吧！若是弃城，镇关8万百姓立即会成为蛮族南下的口粮，我大齐子民会被蛮族屠戮殆尽，本将不能弃城而逃。守城会死，弃城也会死，天要亡我战家军啊！还有多少战马？将军，不能再上战马了，1万匹战马现在只剩下200匹，战马是撤退最后的希。杀了！2万将士不能饿死。将军，不能杀战马，属下想办法弄水和粮。我意已决，陈将军执行吧。水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水是水！水，这是水吗？将军，真的是水！太好了，天降大旱1年，民不聊生，咱们日日盼夜夜盼，这下终于有水了。将军，您尝尝。天降甘霖，天不亡我战家军，这是好预兆，这次一定能打赢蛮子。是啊，有水就能种粮，有了水和粮，守住镇关就有希望。通知军中士兵，在水湖排队打水，还有城中的百姓，每户出1人打水。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喂，叶小姐，您家今天用水超过100吨了，碎尸案也才用了80吨水，您100吨？喂？啊，没事，我忘关水龙头了，这就没了？这么多的水，除了水，别的也能吞？这花瓶真成精了！报，将军，水已经给村民和将士们分完了。好，下去吧。如果有更多的水，我们就可以用水收买蛮族士兵。漠北蛮族就是因为牧草干枯，牛羊被渴死100万，他们不南下也活不了。还有平民，他们为了水也会投军，一旦军队人数扩大，敌国更不敢来犯。可惜水出1夜就停了。好在家家户户都打到了水，士兵们水壶都满了，应该能熬过几日。我再喝2口水去。是白米饭，是贵族才吃得起的大白米饭呀！不，现在皇族也吃不到大米饭。神明居然连大米饭都肯赐给我们。有肉，将军，是鸡肉，有米还有肉，太好了。不对，还有。李叔，
用大锅熬成粥，诸位将士和我一同食用。是。这剩下的你们带回家去，家人挨饿了半年，给他们补补身子。是。诸位将领，粥好了，大家分着喝吧。将军，是真的有神明吗？我们不怕战场上战死，却怕看百姓挨饿，叫亲人失其骨肉。如果能向神明祈求赐下更多的水和食物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间惨剧发生。我不知道食物和水从何而来，亦不敢信世上真有神明。如果有，我为国鞠躬尽瘁的家人不会被皇帝赐死，我战家军20万不会食不存阴。可我愿恳请神明救天下百姓，致祭神明。大启初元3年，战家军将领战成印，官拜一品宁官侯，驻地镇关。天干地裂，草木枯死，千里无人，怨气冲天。求神明能赐予水和食，救下全城百姓。神明看到信，肯定会大发慈悲。这是我妈生前最喜欢的地毯，你除了整天往家里运垃圾，还会啥？我家多少代人把你当宝贝一样供着，传到我这儿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喜欢垃圾是吧？那我就拿你来装垃圾。过期的挂面给你，僵尸肉、过期水饺、过期馒头，统统给你。我警告你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涂这个，就永远在地下室关禁闭吧。祷告神明真的有用，神明赐给我们食物，好多好多的食物。将军，是盐，这菜根里有盐，这好像是酒，琉璃瓶装的酒。神明的日子当真是奢侈啊！分别是什么数目？都统计出来。是。酱油10坛，醋5坛，白糖30斤，精面50包，肉类320斤。虽然不够全城的将士和百姓，亦能撑过一些时日。清单都在这里了，将军，请您过目。将军，咱再给神明捎封信，感谢神明。多谢神明赐食，是印要求太多，让神明为难了。印成果，劳烦神明，今日起印以每日3炷香供奉。不好，信忘记烧了，神明能收到吗？这是……你这没良心的，看着长辈日子过得这么难，也不知道伸手帮衬一把，心肠这么硬，你爸也没把你教好。叶木木，你说一个姑娘家迟早要嫁人的，100亿的公司你怎么打理啊？你听堂哥的。将军，要不别等了，花瓶1天都没动静了。是我太贪心，所求太多，把神明惹怒了。将军，您拿着，这可能是神明最后一次给食物了。不了，你们分了吧。将军，这是神明给你的，守护镇关百姓，统领战家军，洗白老将军的冤屈，样样要靠您。就想去救我儿一命，求您了！
将军，实在是没水没粮，我也是走投无路啊！求您饶命，放过小的。拉去军营充军。是，将军不要。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。将军，拿着吧，好好活下去。将军，这些草根求将军收下。我快死了，只剩孙女相依为命，求将军收下这些草根，能护我孙女一些时日。这些时日，你是如何将孙女养大的？如今我已不剩多少血了，喂不了她多久。将军，我的孙女能活着长大吗？好好活下去。求神明救我战士，救全城百姓。我战成印，愿以命相抵。这是导祭词，我的花瓶竟然连通了古。大启初元3年，战家军镇守边要塞，豫蛮族3万把镇关围成死城，20万将士战死至2万人，城中百姓20万人，只剩8万人苟延残喘。什么？还有亲爹一子而食？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割血喂养孙女，惨，太惨了！原来被我家捡贫到的古代垃圾，都是来自大启初元3年，可史书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朝代啊！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我叫叶木木。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我叫叶木木。我家出现的血绷带和断刃都是你的，请不要再往我家扔垃圾。你说镇关缺水缺粮，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我一个人养活10万人有点难，但我会尽力帮你们。叶木木，神明的名字叫叶木木，他愿意帮助战家军，愿意救镇关百姓。他是神明，叶木木是神明。镇关目前最缺水和粮食，如果有水，能救下城中数万百姓；如果有粮，不会出现人吃人的景象。我希望镇关所有人都活下来。将军，李管家说神明来信是不是真的？是，神明交代食物需要筹集几天，水明日就有。你找到个大点的池子清理出来，明天开始供水。是。太棒了，我们有水喝了，兄弟们有活路了。神明愿意救我们于水火，我们应该每日多为神明奉上香火。第一次求助的信纸烧过去之后，神明没有任何反应，反倒只是未烧的信送过去，神明才送来了回信。所以神明需要的不是香火，不是香火。将军，除了香火，咱还能给神明供奉点啥？泡面1万箱，下单；面条1万箱，10万个馒头，花卷，下单。只因座位谋面的古人说了3句话，就让我花掉180万。我就算是富二代，也养活不了10万人啊！等下，我不是脑子进水了？爸妈要是还活着，我给没见过面的人花几百万，肯定要骂死我了。不是提醒过你别乱扔垃圾了吗？又扔什么？真的黄金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么多黄金珠宝，宁关侯太会做人了。我喜欢救人，喜欢做慈善，喜欢养10万古人。这是什么啊？肯定是个宝贝，先拿去问问古董商，看看能换多少钱。镇关现在还在打仗，全城被围困，光给水和食物也在慢性死亡。我得想办法帮他们打胜仗，帮他们突围，这些花费才是巨大的。按照神明规定的时间，水应该快到了。是馒头，好软好甜，大家快尝尝。
没有掺麦饭糠皮，一点都不干，一点都不卡喉咙。好像是肉包，这是肉夹馍。李叔，将这里的都分一分，让他们带回家去。将军，这不合规矩，食物理应先供应军中。是啊，将军，昨天我们把餐盒带回家，家中儿已经吃上饭了。昨天小儿差点饿死，幸好食物来得及时，今天的就送往军中吧。给家里送去，剩下的全运回营中，镇关8万百姓可以活下去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，门口有流民在闹事。出去看看。求将军开仓放粮。将军，您为何要私藏大米？您难道要眼睁睁看着镇关百姓活活饿死？将军出来了，大家快求他放粮，能不能活下去，咱们全看将军了。将军府没有米，速速离开。你说没米就没米？将军，你给这老不死的饭吃，为什么不给我们？你明明就有粮，你是想饿死全城的百姓吗？请将军开仓放粮，请将军给我们一条活路。老板，古董收吗？东西呢？我看看。好东西啊，一看就是2000多年前的物件。同一时代，即便出土过酒樽，要么是青铜材质，或者是瓷、铁。这是我见过最早的掐丝镂空镶嵌工艺的黄金酒樽。等等，底下还有字：大启御用。不对，这是假货。假货？小姑娘，咱们历史上哪儿存在过什么大启国呀？难道历史上真的没有大启国？穆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姑娘，这东西可否让我看一眼？给您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穆老，这就是个假的。不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但野史上有。大启国，这是大启国存在的最好的证明。哈哈哈哈！什么？原来大启国真的存在？没错，大启国确实存在，但也只存在了50年。50年？任关侯死了，10万将士全部战死。老人家，这酒瓶子值多少钱？200万？2000万？2个亿？姑娘，2个亿只是保守价，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大启国的古董，各大博物馆都没有。野史对大启描绘全是贬义，奸臣当道，帝王傀儡，天降旱祸，民不聊生。那这大启国没一个好官了。不，有人。野史对一位大将军全是褒义词，堪比冠军侯霍去病，比拟天降飞龙。这位大将军是20岁封侯拜相，被封一品宁关侯，此时才21岁。他死后没多久，大启国覆灭，他叫战成银。什么？能赐予水和食，救下全城百姓。你说镇关缺水缺粮，现在最缺的是什么？我希望镇关所有人都活下来。这么多黄金珠宝，宁关侯太会做人了。那个叫我神明，跟我通信，给我一大堆金子的人，就是宁关侯。战成银死于21岁。可惜呀，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太短了。如果宁关侯没那么早死，他就能成就大启诛灭其他6国，天妒英才啊！如果战成恒没有那么早死，岂不是会使大统一提前200-300年？小友，你打算出吗？我出2个亿。出，有了这2个亿，可以养活10万人。不过让2万战成军打赢30万蛮族大军还不够。我有2只。2只？是啊，这是一套保存完美、品相极好的酒钻。你出价多少？我要现钱，至少这个数。你要6个亿？如果老先生出不起，我可以去隔壁问问。小友等等，我买！你那若还有大启国的物品，
你给别人不如给我，我熟悉那段历史，可以给你好价。历史学家，国家级古董鉴定师。好，我答应你了。有了这6个亿，我给战晨云他们整点狠货。白菜、包菜、娃娃菜、土豆、红薯、胡萝卜，每天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是世界末日了吗？他怎么囤这么多货？我们也赶紧囤。云南白药、跌打损伤、各种止血、消炎、生肌的中成药，我通通都要。宁关侯战成运，你和你的战家军，我叶嬷嬷养了。700袋面食已经给军营送过去了，否则战马不保，此事绝不能松口。将军府也没有粮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叔，是不是将军给你的饭团？这饭团里还包着肉。说，你跟爹爹是一伙的，吃了我弟弟和妹妹，还打我母亲，我要杀了你！还有何人闹事？将军，来水了！有水，有水，水能煮草根树皮吃，有水就能活下去了。神明又送来300斤大米，还有50斤面粉。食物都送去军营，熬粥让将士们吃上。1个时辰后，让百姓排队取水。是，将军。请诸位移步将军府后门，1个时辰后放水，不限人数，大家去排队打水，先到先得。刘四儿这个废物，这么快就死了？什么？你说将军府还有300斤大米、50斤白面，马上要送去军营？300斤大米够兄弟吃上3个月了。魏哥，咱多叫几个弟兄，半道把米抢了。你没看清刘四是怎么死的？战成因有赫赫战功，杀人如麻，在大将军手底下抢食，自寻死路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现在战成林不让换孩子，还杀了刘四，咱们抢他的米，算扯平了。不急，你们几个先去打水，继续盯梢将军府。你说什么？世上真有神仙？拿着去打水，神明的事儿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是将军，你看，是药材，好多好多的药材，还有不少军中空缺了半年的药材。受伤的将士们终于不用等死了。送粮送水，已是我所求太多，没想到神明会主动送来药材。将军，还有剪刀、镊子、夹子，这材质比黑铁还要硬，这些纱布比云朵还白，不愧是神仙所用之物。是书，将军，好多书，好多好多的书。医术、军术，这些书所有人都要学习，尽快研究。赤甲医生手册，这连应对瘟疫的方子都有。大齐国的医者们再也不会对瘟疫束手无策了。尽快了解这些药物的使用方法，多挽救士兵性命。将军，神赐之书居然还教如何打仗。
将花瓶挪去院中，快！这是这关没缺水田，我都从未见过如此多品种的菜，鸡鸭鹅鱼猪羊牛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以后再也不用因为缺粮草而发愁了。哇！有水有粮有药，是神明的恩赐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给神明建立庙宇一事，要提上日程。将军，京城急报！死守，狗皇帝，这不就是让下面的人去送死？不给粮，不给水，没有救援，还让老子死守！将军，真的没有救援了吗？2万士兵对阵30万大军，怎么打？怎么赢？如果我们有水有粮的消息透露出去，蛮子定会2天内破城，将粮食都抢了去。米粮趁夜色送去军营，记得封锁消息。将军，有信。今日货物已送完，还有什么需要的？谢谢神明赐予的食物和水，这些够将士们吃1个月的。200袋米，50袋面粉，60吨的菜，怎么可能够2万人吃1个月？熬粥够了。士兵们天天喝粥，怎么能吃饱？怎么有力气退敌？大米蒸熟，菜肴每日1荤1素，有条件外加1碗汤，1日至少供应2餐，不用节省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水和粮食，我还会源源不断给你送过去。将军，神明又来信说什么了？太奢侈了，神明竟然要我们日日蒸食大米饭，今就连京城贵族也不一定吃得起这些精细粮食。多谢神仙，末将如果能顿顿大米饭，1荤1素，这辈子值了。有神明在，战家军是不是就有打胜仗的可能？有他在，一定能赢。将军，我自被流民打劫了。有粮，有粮！杀！都给我杀！杀了他们才有的吃！全都住手！将军，我们知道抢军粮会有什么后果，我死了不要紧，求你给我孩子一口吃的。当家的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和孩子也不活了。都老子闭嘴！老子辛辛苦苦守城，死掉10几万弟兄，换来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抢军粮。所有抢劫的流民缴械，押到军营充军。老弱妇人收拾完地上，到军营中登记劳作，以抵过错。传令下去，将军府后巷架锅煮面，全城百姓排队，每人能拧到1碗面。有粮了！大将军有粮了！太好了，每人都能领到面，终于不怕饿死了。都带下去。是。魏哥，将军府一定藏有大量的粮食，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！咱组织人闯进将军府，干一票大的。赵有才，今天这些人全是你喊出来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方战成义？还有神明。有什么？难道魏哥不想让大家吃饱？将军府已经开仓放粮，全城百姓都能吃上饭。有什么用？外面到处都在闹饥荒，你难道不想把粮食卖到外面，赚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？镇关都被围死了，你能把粮食卖到哪儿？你是蛮族细作，
什么细作不细作的，我是生意人。现在蛮族也缺水缺粮，我保证做完这笔生意，你有几辈子花不完的钱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去排队领面了，你有1个晚上时间考虑，是你死还是战成义死？多谢将军开仓放粮，多谢将军救命之恩，多谢将军救我们祖孙俩。将军，老夫没什么拿得出手的，这半块墨还是当年儿子求学时留下，现在儿子儿媳走了，只剩下孙女，求将军收下吧。求将军收下吧。这些是……因已开设粥棚，全城百姓排队领粥，篮子里是百姓感谢神明所赠的贡品，望神明不要嫌弃。竹简、墨条，还有金瓜子，这些放在今天可都是古董，价值连城。我怎么会嫌弃呢？开仓放粮的消息很快会传出去，城里有水有粮，再也瞒不住。蛮族一旦知道，定会攻城。战家军只剩2万士兵，我想采购大量糯米、石灰、砖头，先修城墙，加高加厚，能抵御一时也好。另外还需要可以制作兵器的青铜矿石，将士们也勤加操练，时刻为蛮族大战做准备。好的，我马上给你采买，直接来一波装备大升级。青铜矿石换成钢筋，城墙水泥砌山头，岂不是更牢固？可是现代的办法，我要怎么教会古人呢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这是何物？iPad 又叫平板电脑，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电子产品。这是神明所赐的神物，叫 iPad。这都是城墙建造说明、农作物栽种教学，这还有母猪的产后护理。天哪，此乃何物？简直是神迹！用手触碰，你试试。果然是神仙之物，我等凡人怕是1000年都造不出来。人是如何被装进去的？他还能停止动作？末将知道，肯定是神明用摄魂之术把人魂摄入其中，所以小人听从操控。穿着如此暴露，世风日下，无神明的影。将军，我懂了，这是神仙教我们修高墙。有了这神物，除了修城墙，瓜果蔬菜怎么种，鸡鸭母猪怎么养，也都一清二楚了。iPad 有摄像功能，你慢慢功能摸索，拍下正观环境传给我，我才知道你们缺少什么。还有拍照功能，你试试。拍照？哦，好真实，比大齐国最好的画师画的还要像。平板电脑传过来一下。太难了，他们就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作战，衣服全是补丁，连双好鞋都没有。这样的军备还怎么打蛮族？喂，老板，矿泉水、火腿肠、泡面、自热火锅有多少要多少？叶小姐，这才几天，这么多你能吃完吗？不多，我养着2万人呢。将军，300万斤粮食，神明说的是真的吗？朝廷都没给过这么多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吃食了。传令下去，在百姓中征召士兵，但凡参军者，每人每月可得4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斤蔬菜。蛮族主力围聚在城门正中，后方10万蛮族军截断战家军和大齐国的联系。若是蛮族全部兵力齐攻正门，战家军能抵挡多久？加高城墙，
打造武器，真的来得及吗？战成一同学，休息没有？采购物资忙活了一天，睡不着，咱们聊聊镇关要如何突破防守。上尉，神明想同意疗伤。这位少年将军还挺节俭的。镇关近况如何？21岁和冠军侯霍去病同样年轻的大将军死了，太可惜。他若能活下来，历史上一定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城内有粮，迟早瞒不住。我还在想破局之法，我已在城内征召百姓入伍，最多能征来2万新兵。战家军加上2万新兵，也才4万兵马，4万对30万，人数相差还是太大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如果有枪有火炮，一定能杀出重围。热武器对上冷兵器，那简直妥妥虐杀。好，就给将军送大炮。让神明忧心是我的错，我定不辜负神明，会带领全城百姓突围。神明睡下了，我不再打扰。可是大夏禁止热武器，买了肯定被抓去坐牢。难道我要飞去漂亮国买？我采买军备物资花了很多钱，明天得去卖古董，购买大量布匹和鞋子，再给你们全部换新装备。是我错了，理所当然的享受，为父酬劳，望神明原谅。神明，等明日回到营帐，我定富足酬劳，再组织百姓为您建庙宇，每日香火供奉。不用了，你上次送我的贡品还有，我打算明天卖掉筹军备。还有，我不是神明，你叫我叶木木就行了。不可，您拯救镇关10万人，是我战家军和百姓心中的神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这少年将军说一不二，脾气还挺倔。小友，你终于来了！你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。你上次送来的酒樽已经呈上去了，大夏相关部门非常重视，咱们历史要加上大齐国，这多亏了你呀！什么？我卖个古董还能为大齐国存在证明？这次带什么好东西来？给我看看。这就是大齐国铸的钱币，青铜。是了，野史有记载，这铁币含铁量极高，那时候开始用铁代替青铜了。那您看看这个呢？大齐国的竹简，有文字记录的竹简，太珍贵了，太珍贵了！这些我都要了，2个亿，如何？可以，您得尽快打款，立刻转账。支付宝到账2亿。穆老，人呢？你们啊，你们人刚走，你们赶紧追吧！叶木木，你把二伯的遗产都花哪儿去了？快说！松手！我爸的遗产我不用，难不成你用？你知道我从小习武，信不信我抽你？住口！我现在就把你逐出叶家族谱，叶家所有的一切当然都是我孙子的。族谱？你以为我稀罕？你住手！你们想对国之栋梁做什么？叶小姐对大夏做出的贡献，单开一页族谱都不为过。我呸！你哪儿请来的演员？奶奶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奶奶，赶紧走啊！哎呦，大孙子，你拽奶奶干什么？奶奶，你知不知道得罪了刚才那3位，叶家在整个江城别想再混下去。谁呀？古董专家穆老。那自私自利的小贱人，怎么可能攀上这种大人物？叶木木不对劲，他身上肯定有什么秘密。叶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是？叶小姐，你捐赠的古董对整个大夏意义非凡，大齐国会因为你重现天日。天哪，按诚意，原来大夏时时刻刻都在关注你们，
从未放弃。战家军，你们一定要赢！将军，是鸡！1年了，我终于看到一只活的鸡了！将军，好刀，金刚打造，吹毛刃断。换上。将军，这铠甲太好了！若我们有10万士兵，手持陌刀，身穿重铠甲，不说蛮族，其他6国也不放在眼里。再试试震怒。这重弩太适合守城了。将军，这骑弩咱有多少？100多。少，太少了。将军，骑弩对咱们战家军作用极大，可否让神明多赐下？你们只知索取，从未奉上贡品，全城10万人，你们可知神明每日花费多少？将军，末将知错，这就回家开库房，给神明翻贡品去。这秦弩于我军来说是杀人利器，末将也愿献上财物。末将也愿意奉上财物。4万盔甲，盾牌1万，秦弩5000，箭羽30万，长剑、长戟、长矛各3000，明日可取。太贵重了，这么庞大的军备武器，大夏6国任何一国都拿不出。感谢上苍，让程夜遇见神明，此生凡神明需要，你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谢谢你昨日送我古剑，作为回礼，回赠你几本。加油哟，大将军！他们是谁？怎会受伤？镇关有粮，彻底瞒不住了。明日或许半夜，蛮族会大军压境，兵临城下。带秦弩了吗？带了一副。堵住洞口！将军，蛮族压境了，原本在距离城门30连外驻扎，再挪动，越来越靠近城门了。将军，末将带人应战。所有将士听令，准备应战。是。韩延带3000人马，带秦弩队，死守密道。是。其余人随我一起驻守城门。是。韩延那边有任何动静，一定及时汇报。军马分出30匹给他们传递消息。是，将军。以前只要抵挡城门，付出巨大伤亡才能死守下来，现在还有一个洞口要守，如果能堵住那个洞口就好了。将军，问问神明吧，他一定有办法堵住洞口。是啊，将军，眼下大军压境，没时间犹豫了，神明无所不能，一定有法子的。将军，我觉得您需要他。什么？我买了这么多粮食、水果、蔬菜、布匹，军备武器花了2个多亿，还没给古人送过去，镇关就亡了。之前的投喂全打了水漂。我想让战城一赢，结果眼下就要被破城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等着，我帮你把大山炸了。我记得我爸认识爆破公司的高层。有了。木木，怎么有空给叔开视频？赵叔叔，我想买火药，您这边卖吗？需求量大，能炸山体的那种。不行，你这孩子不是胡闹吗？叔，我市面上3倍价格购买。不行，叔不能开这个口子。5倍。木木，叔不能让你买来做坏事啊。叔，我还年轻，刚继承100亿家产，没这么想不开害人。我真的是用来救人的。你说个数，我今晚上就运走。2000万，行，我全包了。这批货最多值20万。行，你付钱，连夜运走。记住，你出了事儿，记住与叔无关。
我买到大量火药，一定能炸掉洞穴密道，切记注意安全。使用说明安装教程装 iPad 里面了，火药明日就到。将军，蛮族大军压境又怎样？有火药，来多少死多少。我与神明的世界，原来差距如此之大。宋铎和我去洞口，余下人守住城门。将军，蛮族大军正在往此处赶，快进密道了。去山洞中央找个适合放火药的地方，我要给你们传火药了。走。走。弩。我走。哎呀！战成阴，你区2万兵马，拿什么跟我蛮族30万大军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肯定是我蛮族精锐把那战成阴杀得片甲不留！哈哈哈哈哈！不好了，小王爷，地龙翻身，山洞崩塌了，1万人进去8000，全部埋在里面，剩下的人由于跑不及时，被山体碎石砸伤，全军覆没！全军覆没！你说什么？刚开战就死了1万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战成印，本王发誓一定把你生吞活剥！小王爷，今日不宜再攻城了。你说什么？死了1万人，你让本王这么就算了？你可知城内有水有粮？不拿下镇关，我们的人马会被耗到渴死饿死。今日乌云蔽月，我卜了一卦，地龙翻身，大山崩塌，并非攻城的好时机。我不管什么地龙翻不翻身，3天内本王一定要拿下镇关。那我再替小王爷算一卦。战成印卦象原本是短命之象，不出半月他必死无疑，而今却扭转乾坤，背后有大能量之人助他。大能量之人？谁？小王爷，宁关侯身上的疑团太多，镇关被围困大半年，连只鸟都飞不进去。如今突然有水有粮，城墙加高，此事定不简单。退兵！将军，退兵了！蛮族退兵了！退得好啊！咱们有火药，再不退，炸死他们！怎么样，爆破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山体被炸毁，蛮族已经退兵5里外。今日大家都很高兴，许久没有如此畅快。神明，成印代表战家军，感谢您所赠的火药。大胜而归且无伤亡，太好了！等着，你找人腾仓库存火药，我马上给战家军订宵夜送啤酒，咱开庆功宴。喂，我要订50桌满汉全席。开始吃吧。太好吃了，真香啊！这泡面好吃，好吃。诸位将军辛苦了，大家分一瓶喝吧。可乐，好名字，好甜，好清爽。二锅头，够味儿，还是这个喝着过瘾。要不是有神明，我儿子早就饿死了。我想回京城，不知道母亲有没有粮食。我想她了。有神明护佑，战家军一定能赢。本将军定会平安送你们回家。敬神明！敬神明！神明，您与天各一方，这一世是否有机会见面？呀
打一个！我想登记入伍。关老爷，当了兵真的能每人领4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斤蔬菜吗？神明那边的月色是怎么样的？加油，我的少年将军！可乐好喝吗？好喝，感谢神明对程印一直以来的帮助。好喝就行。说是帮你，其实也在帮我自己。帮神明自己？我从小有个梦想，给冠军侯霍去病寄瓶可乐，送个足球，给秦始皇寄世界地图。有了世界地图，他的铁骑定会踏平整个地球。他若在，世界都会说大下雨，后背不用开好几个视频会员，说不定还会把小日子给灭了。秦始皇，惠和印从未听过。冠军侯霍去病是何人？神明很喜欢他。将军，你怎么坐在这儿？何事？将军，前方探子来报，蛮族大军动了，预计此时抵达镇关城门。将军，距离此时只剩5个时辰。现在让人准备埋雷。是，末将马上去办。所有人全副武装，准备投石车、弓箭手就位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这场仗我亲自去。将军，不可！是啊，将军，你一旦出现任何意外，再也没有人能联系神明，战家军赌不起。我是宁关侯，爵位是自己用军功挣来的，战场杀敌怎能躲在后方？哪怕人数悬殊，我坚信战家军也一定不会输。若今夜蛮族攻城，怕是这1年内最为惨烈的战役。程印不知结局如何，此物乃程印随身之物，聊以回馈神明之恩。神明保重了。哇，好漂亮的玉佩，怎么感觉这么眼熟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什么？蛮族今夜攻城？这该不会是战成印写给我的遗书和留下来的遗物吧？现在战成印没有一战之力，就算把全部火药给他们，也炸不掉30万人。我给战成印投入快3个亿了，不能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。各位军事大佬帮帮忙，2万人如何打赢30万大军？急！2万打30万，诸葛转世都没办法，人数差距实在太大了。2万人开绞肉机也得被30万大军给淹了，抓紧投降吧，没救了！怎么全是唱衰的？敌退我进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战成印，这仗我好像知道怎么赢了。第2批武器明早才能送到，但蛮族子时攻城，你们是否要等？不等了！窝囊了这么久，憋屈了这么久，今天晚上老子想大干一场！没错，我也想大干一场。我也觉得，神明此伐虽险，但胜算极大，那就打！神明会见证，战家军锐不可当。历史上有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，装备落后时，半夜袭击，敌退我进。跑走了2000匹战马，才死几百个人，你们居然还不知道是谁干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抓到！你们这群废物！废物！小王爷息怒，你说是谁干的？是城内的战家军，
们看见他们出城没有？谁看见了？像个鹌鹑一样躲在镇关1年，1年，爆竹哪儿来的？地里长出来的吗？成了，多亏了神明赐予的鞭炮，无人伤亡，无人落下，我们完完整整的回来了。我们从魏广交代的2条密道出发，从南北两面直奔马厩，趁蛮子不注意，直接点炮。蛮军纪律松散，管理松懈，他们太放心了，从未想过我们会出城主动攻击。将军，神明的敌退我进之法极妙，一想到被如此松散的军队围困1年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明日开始，新的打法，游击战。今夜开始打游击战，先攻击南北城门，引诱蛮族之王罗葛亲自出兵增援。擒贼先擒王，炸弹会埋在他必经之路上。现在只需等。等？难道是等着看罗格选哪条路？等什么等？就让我这个现代人给古人带来一点震撼。喂，给我送200台无人机。将军，神明给的指缘如此精巧，能看见世间万物。神明说这叫无人机，能实时定位到罗葛方位。这无人机简直是游击战神器！快看，是罗葛！大起的男儿们，随我上战场厮杀！今天，凡砍死1个蛮族，奖励10斤大米、5斤面；杀人前100者，再奖励蔬菜10斤。杀光蛮族，领取大米！这一役，不能让父亲失望，不能让神明失望。杀！求将军一定要活着回来。请求上苍庇佑将军。战成义，你别死，我还等着帮我实现一统大夏的梦想。别死，别死！信，赢了，他真的赢了！神明，战家军赢了！昨夜游击战开始了，陈奎、陈武送夺韩延，兵分2路，走南北密道，不辱使命，大获全胜。城南蛮军5万炸死1万，城北3万蛮军炸死8000，炸伤无数。随后，城南城北调兵1万，提陌刀追砍逃兵。而程英不负神明期望，亲手取下罗格首级。哪来的声音？好像是在南北驻扎地。小王爷，你看，你快看，这是何物？定是宁关侯的手腕。小王爷，今日实在不宜再攻城了。如今战成义是符文高照之象，攻不可破啊！他战成印就是有通天的本领，也算不出老子在哪儿。追，不留一个活口。今日大获全胜，蛮族30万大军只剩20万，获取活战马600匹，马肉无数。这一切都是神明的功劳。将军，您擦一擦吧，子时了，神明应该休息了。李管家，你听过霍去病和秦始皇吗？属下未曾听过。你先下去吧。赢了，真的赢了，杀死
10万敌军。我就知道战家军一定会赢。鞭炮火药，无人机立了大功，多谢神明，数次拯救我战家军，佑我镇关。多亏了论坛老哥，真想亲眼看看这场仗怎么赢的。等着，我去我爸的酒窖里给战家军取几箱茅台。论坛老哥，神明想看我。我养的少年将军居然这么帅！楼主，你玩的哪款游戏？最后到底打赢了没有？笑，怎么可能？除非天降飞龙。的确天降飞龙，所以大获全胜。感谢各位老哥，每人88红包奉上。谢谢老主，好人一生平安。3分钟，我要这帅哥所有资料。哪部剧的男主？这张脸长得太牛逼了，进娱乐圈简直乱杀。等我找画师，把战城印画下来，直接转交博物馆，让后人瞻仰，流芳百世。真的好帅啊！城中已为神明建立3处庙宇，百姓街道有1处，河边有1处，东门城墙旁建立1处。神明可是有画像，传送1张过来即可。建立庙宇，战城要玩真的？可是我不是神明，给活人建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不用，我一个大活人，让人祭拜，这不合适。不，您拯救了战家军，拯救了城云，拯救全城百姓，你当之无愧是我们的神明。行吧，我跟古人比较什么劲？等2天，我回家取照片。我这是跟古人当上了笔友，到了互相爆照的阶段。虽然打了胜仗，但镇关内的民生还需解决。想要长线发展，必须人人学会自食其力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明天找个大点的坑，我去给你抽江水，再给百姓备点狠活。将军怎么又是这副没见过的表情？将军，怎么回事？战家军3战3捷，斩杀蛮族10万人，消息已传到了京城，朝廷震惊，并派来徐怀将军带着10万兵马要夺取镇关。咱们苦苦抵抗的时候，连发3封救援信给徐怀，他鸟都不鸟老子。现在我们打仗赢了，城内有水有粮食了，他恬不知耻的掳掠，凭什么？我们要做好准备，200-300里，徐怀将军最多10天可以过来。他说占领就占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们不允许战家军存在，因为不打、不听话，将在外不听令，这是大忌。将军，这是陛下给我的密函，这是我的，还有我的。将军，这密函我们还没拆过，您帮我们看看吧。你们自己看看吧。将军，狗皇帝命令我们兄弟暗杀你。将军，您对属下如何？属下看在眼里，不管是我还是他们，对你绝无二心。这道密函我没见过。要不是你通过神明送水送粮，我的妻儿、全城百姓现在恐怕都饿死了。密函我没看见，我们绝无二心。将军，要不咱们反吧？先拿徐怀开刀，有神明，我们有什么干不成？没错，狗皇帝心胸狭窄，刚愎自用，皇朝和大臣们每天醉生梦死，我们反吧！斩了徐怀，然后呢？然后解决蛮族，回京城，斩了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斩不得。将军，为什么？你们别忘了，除了蛮族，楚国和齐国就在150年外对大齐国虎视眈眈。我战城印一生光明磊落，绝不背叛大齐。想收买我，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冥顽不灵！你若生在大齐，何故21岁死？你为齐国奉献一生，到头来却遭到皇帝背刺，徐怀出卖，
你这一生可怜可悲又可气。诸位将士听令，谁把战成义的头颅砍下，奖励万金，封侯拜相。我梦见了战成义的死亡画面。将军，神明又说了什么消息？他说梦见我的死亡。梦中，楚齐蛮族3军攻破镇关，我一人一剑被截杀在尸山血海上。楚国和齐国，难道真要对我们动手？神明数次救我和战家军，他的梦不单是一个梦而已。只要镇关失守，楚齐便联合蛮族长驱直入，占领京城，瓜分大齐国土。徐怀马上就要到了，内忧外患，难道天要亡我战家军？徐怀要来便来，谁收编谁还不一定。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竟封为1品世袭王侯！我在边关驻守20年，也不过是2品大将军。没错，他战成应就是运气好，碰巧斩杀了蛮族之王。这不，陛下心里门清着呢，派咱大将军来给战成应好好上一课。说这镇关有水有粮，我看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吩咐下去，将各自手里的水和粮都收好，小心被战家军和镇关恬不知耻的偷了。将军说的极对，这帮人困在镇关1年，肯定穷凶极恶。我身上可抬了3块饼，赶紧开城门！去，我们镇关不收流民。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徐怀大将军。哦，更不收要饭的。你徐怀将军，别来无恙。战成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将不知徐怀将军所指何事。你竟敢沐浴穿新衣，该当何罪？老子带兵多年，竟不知道哪条律法写的洗澡换衣服有罪，必须跟你们似的，又脏又臭。请陈将军慎言，如今镇关缺水干旱，不知渴死多少百姓，你们骄奢淫逸，视百姓苦难于不顾，就不怕朝廷问责吗？我还不知镇关有渴死的百姓。徐怀将军和军师似乎比我这宁关侯还要了解镇关。哼，看来徐将军放镇关的探子不是很专业呀。百姓的水定是被你们用来沐浴，百姓的肉定被你们用来入口。百姓水深火热，你们逍遥自在，该当何罪？徐将军又知不知道，血口喷人，该当何罪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放本帅进去，是怕我抓到证据参战家军一笔。将军可要放行？放。那就请徐大将军坐稳喽。军师，他们拿着何物？这又是何物？那又是何物？属下不知啊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为什么镇关百姓看着比京城百姓还舒坦？二位到底是谁的人？缺水缺粮啊！我看这镇关有古怪，将军最好让士兵在外上等，不然看到这些，定然军心大乱啊！全员原地驻扎。将军，徐怀他们不上当，士兵不进来，我们很难拉拢到徐怀的兵。无碍。战将军，我徐家军连夜赶路，人马困顿，就劳烦战将军送米面粮油来驻扎地了。厚颜无耻！战将军不会违抗圣意吧？将军，水和粮食绝不能给他，这些都是神明送给您的。是啊，见过卑微乞讨的，没见过理直气壮要饭。要粮要水都有，凡是入城者可领大米3斤，白面1斤。凡是自愿加入战家军者，粮水军备应有尽有。徐怀将军，这粮和水还要不要啊？将军，有古怪，有古怪呀！闭嘴，我眼睛没瞎。徐怀还想免费占便宜，如今能不能稳住民心还不一定。镇关现在就是个现成的美人计，进来这美人窝，
徐家军马上会被策反编入战家军编队，白白帮咱们守城门，真是一本万利。将军，他们会进城吗？会。人在极度饥饿缺水的情况下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每日派300战家军到5里外的徐怀营地边，什么都不做，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泡面喝可乐。还有，过瘾，太过瘾了！跟着战将军吃香的喝辣的，每月还能领新衣服新鞋，吃饱穿暖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。香，真香啊！泡面到底什么味儿啊？战成英这无耻小人，也就这点能耐。战家军广招新兵，凡是投军者入编战家军，每人每月可0米领面，水无限供应，机不可失，吃不再来。大家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别吵了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来投军者入编战家军，拖家带口的可积分落户，可分配房屋，只限3天之内，过期3天作废。把战成英叫出来，本将军在帝王圣旨前来接管镇关，不管镇关里面都有什么，等我接管之后，一切都会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狗皇帝还想夺战成英兵权，让他死在镇关。喂，穆老，我想问问，您记得野史上有写战成英的确切死亡原因吗？蛮族、齐国、楚国3方联手，55万大军破城。我的梦居然成真了！他死相惨烈，不剩一块好皮肉。若不是他死得太早，齐国不会被3方覆灭，百姓不会被屠戮殆尽，这个国家只存在50年，太可惜了。喂，小友，研究大齐国的专项小组还在继续努力。如果有大齐国的瓷器，就平民百姓用的碗瓶，你给我多弄点来。有，你准备好钱，找辆大卡车，明天10点来取。好。战成义，送你几套瓷盘，你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都换给我。战成义，你一定要守住镇关，让楚齐蛮3国55万大军吞并大齐，计划流产，一统大夏。一统大夏。通知所有镇关百姓，到将军府来，以物换物。是。喂，叶小姐，您家的亲戚，一个老的，一个年轻的，又在楼下晃来晃去，我们已经劝了好几次，还是不肯走。10万，下次别让我再看到他们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安排。哼。小友，抱歉，我一听说东西多，等不及早来了一会儿。东西你都准备好了？您先进来吧。那花瓶是？糟了，忘记把花瓶藏起来了。穆老，这花瓶是我家祖传的，不卖。你卖给我的古董还少了，哪件不是祖传的？你快看看我昨夜收的凤凰彩釉瓷盘。这瓷盘好啊，太好了，竟然是皇后专用瓷盘。原来如此，我说怎的铂金镶银加上彩釉，竟然画一只凤凰，5个一买都值了。那您再看看这些，支付宝到账15亿。钱是有了，但4万人光凭目前的装备，对55万大军还是以卵击石。该怎么给战成玉整点热武器呢？小友，你身怀巨富还如此低调，真是后生可畏啊。穆老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卖给我的全是价值连城的好古董，唯独自己贴身戴的居然是件仿品，你难道不是为了藏富？仿品？你说我这玉佩是假货？穆老，您看错了吧？我这戴的也是真的，战成于一个古人给我的，难道还会有假？我绝不可能看走眼，虽然看起来老，但还是一件仿古作品，最多也就10几年。战成于怎么会有现代的东西？这不可能啊！行了，下次再有什么想出的，打电话给我。你家古董多，要是外面人知道你身怀巨富，不是件好事儿。不行，一旦被他们发现花瓶就糟了，得马上搬家。对了，战成仪，你的玉佩是怎么回事？
瓶，还好没有碎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晕了吗？药量大，肯定没问题。可他一直抱着破花瓶不撒手。别墨迹，警察要来了，赶紧一起带走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人花钱买你的命，你说我们想干什么？是叶心和我奶奶。你还不笨，可惜啊，命不好，摊上了一家子吸血鬼。你们要多少钱？我给10倍。老子是有职业操守的。20倍。不行，100倍。你他妈的这么有钱，那杀了你，直接去你家拿不就完事儿了？不要！将军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徐家军果然坐不住了，就这几天，已经陆续投诚4万多人，估计再过2天，徐怀的兵能来一半，太解气了！哈哈哈！是啊，新编入伍5万人，咱们战家军即将破10万了。虽然跟蛮、楚齐3军联合的55万还相差甚远，但是有神明在，这场仗我们一定不会输。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已送去数10封信件，但神明已经1日0.5个时辰没有回消息了。神明或者是有什么事耽误了，没来得及回信。是啊，将军，神明无所不能，他一定不会出事的。神明只是一直在不求回报的帮战家军，我们就顺理成章的认定他是万能的。可我们并没有好好想过神明会不会遇到危险。他早就告诉过我，他不是神明，他叫叶幕。我们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神明吗？一定有什么办法，我们好好想想。难道我们对神明来说，真的一无是处吗？对神明来说，帮这么无用的我们，到底是图什么？她热忱、善良，是天底下最温柔的姑娘，所以她愿意帮战家军。我一个人养活10万人有点难，但我会尽力帮你们。我马上给战家军订宵夜、送啤酒，咱开庆功宴，加油，我的少年将军！最无用的人是我。将军，不好了！镇关有粮有水的消息已传遍中原，楚国、齐国大军都在镇关30多里地列阵排开，冲着镇章关方向过来了。这一战赢了，镇关彻底自由了。被困1年的战家军终于突围成功了。如果输了，镇关不复存在。将军，必须马上动身了。不要过来！香，真香，这皮肤也嫩，水灵灵的。行。敢打我大哥！老子今天弄死你！别挣扎了，没有人救得了你。所有人，随本将军上阵杀敌！我带上花瓶。战场刀剑无眼，花瓶不能碎。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程一想再向神明索求一次，让他再赠我一次。你错了，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还好没事。这是神明问我玉佩，其实是小时候程一受人所赠，不知为何一直佩戴至今。他母亲
心不舍的，我来动手。抱歉，你哪受伤了？奶奶要杀我，帮帮我！小哥哥，谢谢你，我把我最喜欢的玉佩送给你。5岁那年，我吓得发高烧后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来救我的人是战成一。什么？满楚旗真的打过来了？我该怎么帮战成你以少胜多，赢下这场历史大战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不杀你们，我还要跟你们做一笔交易。将军，有信！神明来信了，终于来信了，还天降神物。神明说这次战家军一定赢。将军，神明说玉佩物归原主，这赤霄剑还给您，他能救他，也能救您。将军，55万大军正往镇关方向来，不出一日，镇关必被踏平。还是将军您足智多谋，偷偷向齐国和楚国通风报信。55万能把战成玉的兵踏成肉泥，他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求我。那是自然，别以为骗走几个逃兵就能以卵击石，他必定要哭着喊着给将军舔鞋。一会儿战成一来，我定让他磕头求饶，将镇关的一切宝贝都双手奉上。我倒要看看镇关藏着什么秘密。什么声音？天哪！不对，好像不是打雷，是地下传来的。将军，过来了，越来越近了，20米，10米，来了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战将军，你到底背着陛下私藏了多少好东西？等我回京，必参你一笔。你现在没这个机会了。战成隐，你敢杀朝廷命官，你知不知道是要诛九族的？哦，忘了还有你。我手里有徐怀通敌叛国，与楚国、齐国狼狈为奸的证据。走狗，死不足惜。现在本将军再问一句，加不加入战家军上阵杀敌？拒绝者全部射杀。我愿意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能出城了，终于能出城了！感谢将军，感谢神明。狗皇帝还不死心，让将军您独自进京，明摆着是陷阱。明明已经打了胜仗。是啊，将军，您不能去。我必须去。要去，我们也要一起。没错，我们一起。你们谁都不许跟着我。将军，您是要一个人去？这皇城水深火热，去不得啊！谁说我是一个人？辛苦你陪着我了。说养你就养你一辈子。